然后其实我也看了咱们这个《偏爱之恋》这个节目，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我就会在很多小红书的帖子或者是抖音的帖子有刷到，就是说很多恋综他们都怀疑是不是有剧本，因为其实我自己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很 drama 的时刻，比如说特别出圈的那个潘子那个敲窗进门的那个时刻，找一下，天哪，我自己都会觉得我的天，这是命中注定的时刻吗？那我就是想问一下，可能你们这个节目里面有剧本吗？你说一下，因为是你来找的我。肯定绝对没有。当时我自己私下开直播嘛，跟大家说，我还说如果有剧本我就挂科。这么拼吗？对，但其实我们当时自己在那看，然后也会觉得有点像剧本，因为那会儿找他真的特别巧，我在那一敲门，然后他其实刚好日记也写到我。其实我觉得他的视角看上去都没有那么的巧，就在我的视角看来，是我当时是心情有点低落，就是我当时在第二天，其实我当时已经觉得当天的票不会投给他了，我可能觉得他是心仪别的女嘉宾的，所以在我的视角看来，是我对你刚好已经心灰意冷的时候，你来找我了，来的真是时候，来的特别巧的是，我日记刚好写到，我说刚开始骂他，对，刚开始提到他，结果就开始敲窗，然后来找我，但他的视角可能只是普通一次来找我嘛，但在我的视角看来，是我的一个心路里边一个大转折，也不普通啊，鼓足好大勇气的。没看出来。但是我觉得在灰灰的视角里肯定会非常惊喜，因为我当时看到那一段的时候，其实有点狠狠带入到你了，就是很能感同身受。本来开始已经内耗了，然后后来发现天哪，来找我了，他居然来了。对，真的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他的心意，完全不知道，不能理解。找一下段丹辉。我现在吗？你等一下。可以啊，会很惊讶吗？很惊讶呀。对，我来找你。我的视角当时看的是啥吗？我当时就是我以为是你想跟他组队，然后呢，但是宣布的结果不是那个，所以其实后面那个游戏玩的就是挺游戏的，就是两个人都可能就单纯都想赢。但其实拿第一跟现在不也一样吗？你对我第一印象怎么样？你先说。最初印象，蓝色吧，那会儿蓝色系，蓝色，青春，像学姐之类的感觉吧。你昨天投票的时候纠结吗？不纠结，我投票超快，不犹豫啊，快速解决。真的吗？超级快。那你这2天想法有改变什么吗？就昨天跟今天没怎么改变，但可能今晚过后也不知道。为啥是今晚过后不知道？那万一聊天唠嗑啊，互相了解嘛，对不？也是。但我还是在想，你为什么突然过来找我了？因为在我看来，我觉得你说就没有想到。会想到我给你投吗？没有，没想到，肯定想不到。那你拍我给你投了吗？好问题，难我。我不会告诉你，但是你可以说一个。就是按照我的主观预言，我会希望就是今晚上可能，可能就是希望。今天投票不告诉你，平均分给每个人，分给10个人，10个哦，那得掰开。因为我其实平时性格有点胆小的，我也是那种如果说我喜欢这个人啊，然后他如果有别的喜欢的人，我其实觉得我会更愿意支持他跟他自己喜欢的人，我就不会再去说现在是一个很公平竞争的阶段，大家都有机会。你也不想成为他行为中的负担。对，所以我为什么才说你刚刚来找我的这个时间真的很刚刚好，因为我不太会去跟人家聊，我说你今天是不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我感受到的其实就是我看到的，我觉得没必要再去问或者再去聊了嘛。刚刚好，
真的刚刚好。觉得两个人还太挨了，不够主动。在我看来啊，你是主动的，只是分人而已。那你觉得我有主动过任何现象吗？没有啊，有吗？我不知道，我听你的。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有吗？有啊，找你算吗？找你算吗？我可能会觉得你是应该找很多人都聊了吧。你是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吗？昨天我没人找人，我昨天在那独居老人呢，你不也看了？那你是第一个直接找的我吗？真的。好，可能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吧。所以就是整个节目的流程就是大家顺水推舟或者是顺其自然发生的事情，没有所谓的剧本。是没有剧本，而且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PD 也不会给我们任何的指引，完全不会，就全部跟着自己的心走。对，就是跟着心走。那我其实还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是有那个生存值，是叫生存值吧？生存值还有那个投票，就是我觉得，会不会有些人会想，因为我想留在这个岛里，而去故意的多跟其他嘉宾互动互动啊，吸引大家把票投过来一下。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会不会因为生存和恋爱的这两个问题有冲突，而导致大家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和判断？你先说吧。有他票生存值是最高的，也是主要是人灰灰老师投出来的人气男嘉宾。然后我主要觉得这个生存值和偏爱值，大家现在看起来，我感觉大家都还是跟着自己本心走的。但当那天淘汰的广播来临的时候，就是还是会紧张。就是当时我第一天，我以为我要走了，第一下叫我潘小野，我说好，我要准备想我要该说什么。大家好，大家再见，大家再见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觉得最后那个偏爱值投递，然后就每天投的月亮砝码，反而是能让你更分得清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就是你对这个人只是赞美他，还是喜欢他，就更能分得清。就当你站上去投的那一刻，就是代表着你的心意的一个。我要对小潘查看票第2天的。潘萧逸第2天的偏爱投递情况是：段丹辉3颗月光石，夏伯言1颗月光石，张雪飞1颗月光石。OK， 我回来啦。好玩不？好玩。问到什么？好玩。问到什么？别管。问到什么？问到什么？别管。别管，我花钱买的，你花钱找我问。我也问你。花钱在哪？不告诉我。我不告诉你。你真不告诉我？是我花钱才知道的秘密。你不能知道。啥呀？别管，别管。你想去提问卡吗？我这能买吗？能买啊，我给你钱就好了呀。查你票数啊？懒得查，有啥好查的？走了。啊！想借个高利贷都不给我借。还有一些问题，就是你们在岛上可能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那你们什么时候或者是什么事件让你们认定了100%就是他了？有没有小故事？这确实还真有。就是告白夜那天，告白夜是这样的，我们是要男生因为他选择跟我告白的话，他就站在那等我，然后我是要走一段路过去找他，然后当时中间就会问你是否选择带上你的那个月光石，如果你选择了它，你就把那颗月光石放上去。因为之前我们的月光石都是在对方不知情单独去投的，但是这次是属于你俩直接面对面表明这个心意了。当时说实话，我在念那个规则的时候，我其实还有一点点在思考，在犹豫，但是我还是选择拿上了那颗月光石。但是我虽然拿上了，但是我路上的就是那个心里还是很纠结。我在想，
投了这颗月光石，就是真的要跟这个人在一块开始发展这段关系了吗？就是我还在想，这段关系真的就要这么开始了吗？但是当我站上去，站到他对面的时候，就是互相表明心意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对视的时候，我在听他跟我讲他的心意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睛就是有一些泪水，然后呢，就让我感觉很真诚，就真的我觉得眼睛是不会说谎的，就是我看着他眼睛，他在说那段话的时候，我那一瞬间，其实就是那一瞬间对视的那一个瞬间，让我觉得这颗月光石我应该给他，就应该给他，因为感受到了真诚，对，面对面的感受到了。其实那会儿有个小细节，就是那会儿我们2个人互送完礼物，首先那个手工相册令我记忆很深，但我觉得最深的就是有一刻我泪水直接就爆出来，就当时四处找没有镜头的画面，我说不要，我的表情管理已经不行了，行泪就下来了。对，那会儿就是因为我已经他的那个熊里面，然后也大致意思就是，还是希望线下我们可以发展，然后也互相更加了解对方，再做这些决定。那我就会想，哎，那应该是没有了，那我们就直接走吧。然后我说那就直接走吧。当然那个他盒子还没打开，我说没有了，也不用打开了。然后我就问了他一句，哎，我是不是要把这个盒子打开？但是他以为我里边是空的。对，然后你继续讲。然后他那会儿就是一打开一有，然后当时那个就是眼泪水就是突然止不住的那种，不由自主就流。他当时那个反应我现在都记得，就是我打开投上去之后，他很惊讶，就他没有想到。我当时一站到他对面，我就问他，我说你猜这里面有吗？他说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有。因为我会这么问，但是他听完我那段录音之后，他觉得大概率是没有。然后当他以为没有，直接准备下去的时候，结果又拿出来了，过山车是一波三折，玩我一样，逗小狗在这。那你们觉得在就是异地恋相处当中，要多了解对方的生活呢？就比如说刚刚你们说的，已经喝水都要报备一下了吗？要了解到，我刚眨了一下眼，要了解到这种程度，还是会了解个大概，他今天大概在做什么就可以，就是或者说随心随性一点。我是随心的那一种，就是分情况，你觉得这个场合不适合，就是一直发信息，那我也能理解，你只要事先跟我说一下就好了。就比如说你在工作，你跟我说一下你现在在工作，可能回不了信息，那你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不回信息，我觉得都不会介意的。但是你不能突然的消失，然后跟我说你去工作了，这也不行。这个时候就会说狠话了。这个时候我就要开始说狠话。准备好了吗？做好准备，我要开始了。我觉得就是在编辑信息上，比如说，假如说我现在要去拍照，我可能2-3个小时，我真的不方便看手机。有一种话是，我要去拍照了。等会儿可能不能回信息，但这会儿对方看到啥意思啊？然后你是我对象吗？其实还有另一种话是吧？就给他发个视频，比如说在你这录一个视频，哎，我今天在哪拍照，等会儿可能回不了信息哦，就是让对方感觉到你的情绪点，让对方在意你，而不是只是就是我要去拍照了。在他看来，他可能觉得，哎，他这样说也没毛病，但是就是感觉缺了点什么。就是我懂你的意思，你的那种表达方式会让他很安心。他确实实实在在看到了你正在某个地方在做什么，然后包括你也是说跟他讲了你要做什么。他打的文字你就感觉能听到他的语音。你们有没有什么更加具体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他经常发视频啊，没事他就录一个自己，对，就这样子。然后他发信息也会就是语气词比较多，你就能感觉到他的那个情绪是什么样的，就不会就是o 的这一种那呀，拉放语音里，他喜欢发语音。而且语音一定你转文字之后你一定要再去听，因为你转文字了之后，就是我当时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有一天我给他发消息，然后当时是那天因为一个事情然后耽误了我要去拍东西，然后当时我就说都怪你怎么样，然后他发了一串语音，然后我转文字。我说他说话怎么这样啊？他说我说话太冲了。对，然后我当时因为我是转文字，我当时没有听，我就看那个文字说什么啊，这是你自己化妆时间没有就是没有把握好，怎么样的。我说不行，我听了一下，这也能怪我？是你自己化妆时间有是这样语气突然我就不生气了。对，就是很重要，还是要听一下。所以我们俩就经常打电话这样。避免因为
文字和语气的产生误会。对，因为每个人理解不一样嘛，看到一句话就是当下自己的就是理解方式。刚那个问题，异地恋教会了你什么？教会了什么？我觉得最大的就是让我更加的去感同身受。就比如刚刚我说的开玩笑，我可能以前不会站在对方考虑想，我觉得我这个情绪点我先要抒发，然后你再去想其他事。但这会儿我就会先考虑到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初心。两个人初心是好，就因为一些玩笑而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然后而来劳损一些心力，我觉得很不必要。然后这些想一下自己想通了，我说宝宝，互相包容。对，感觉就是异地恋更需要对方去换位思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各自的学习，要去忙。我从节目里面和刚刚和你们两个之间的谈话，我能感觉到灰灰可能从以前那个偷偷生闷气不怎么表达的，到现在可以勇敢的提出自己的诉求，或者是勇敢的表达出自我的这种感觉，都可能都是异地恋教会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那我俩在节目上前后，就节目上和节目下反差大吗？你们觉得？我说实话一模一样，真的真的真的一模一样，完全没有区别。其实他岛上岛下，我跟他接触也没有任何区别。对，我感觉就是那种很阳光的形象。因为我感觉你们两个在节目里都是属于比较有亲和力那种感觉的。对。因为你们可能就是比较阳光，比较少年。然后就会感觉，让人感觉就是没有什么距离。重返18岁，对，重返20就够了。其实，我重返23也就够了。你多大？重返23？即将25啊。OK， 其实说实话，节目里面可能会比较浪漫啊。节目里面，因为节目组会给你们设置一些环节嘛，那我们可能生活当中可能就是比较现实和平淡的。评断。那你们也应该也能感受到这一段两个之间的变化吧？你们是如何适应的呢？或者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岛上我们每天要投那个月光石，这是一个表达爱意。然后到了岛下之后，我其实觉得那个月光石就跟我们每天可能睡觉前打一个电话一样，你就打的电话讲的就是你一天的想分享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表达爱意的一个诉说方式。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它其实区别不大。因为岛上我们是没有这种通讯手机嘛，也不能这样子直接沟通，就换成了月光石。就你今天对谁有好感，你就给他投票。那我们到了岛下，就是你就可以通过打电话、文字这种方式来表达，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岛上岛下就最大改变就是岛上首先像一个乌托邦一样浪漫主义的，然后岛下就可能要考虑到现实生活中，比如两个人的身份或者是两个人的作息习惯。但我觉得这是更好的一个了解对方的一个环境吧。然后就像他刚刚说的，打个视频就像投月光石的心意。确实。我觉得岛下更是对这种关系的一种升华以及延续。对，所以你们两个人从节目里到现实当中，表达好感和喜欢的方式可能有一些变化，但它本质上都是相通的。对，可能只是形式上发生了一些改变而已。是的，对。